曾经的中国地产之王，如今轰然倒下。一位被视为习近平核心亲信、与彭丽媛关系密切的重量级高官，也因一份惊人的高官名单与他紧紧绑在一起。恒大退市震动市场，但真正的震中不在金融圈，而是在中南海的权力深处。同一时间，中国楼市寒冬席卷全国，房价暴跌，社保短缴超过4200万人。冰冷数据背后是信心崩塌的警报。而在国际舞台上，美国总统川普更直接点名习近平，誓言营救黎智英，令中美对抗的火药味再度升温。这里是大时局百分纵横，我是王真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几则新闻。8月12号，一则震动市场的消息传来，中国恒大集团在公告中确认，香港联交所已决定取消其上市资格，并将在2025年8月25号正式出牌。更重要的是，恒大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不会申请复核，这意味着这家曾经市值高达3400亿人民币、代表中国地产辉煌时代的巨头，彻底退出了港股舞台。对外界而言，这不仅仅是商业新闻，而是一场漫长崩塌的终极一幕。根据港交所规定，连续停牌超过18个月的公司可能会被摘牌，而恒大自2022年3月停牌至今，早已远远超过时限。财报上的数字更让人触目惊心，截至2023年6月底，恒大总负债高达2.39兆人民币，而总资产仅有1.74兆，即便变卖所有资产，也不足以填补这个巨洞。财经博主刘大直言，恒大早已资不抵债，即使不退市，这样的财务状况也无法吸引任何新的投资者。退市不过是掀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。目前楼市烂尾潮席卷全国，大量房企暴雷，无数家庭资产化为乌有。而恒大的倒闭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。彭博社评论说，恒大的退市是中国房地产行业一个暗淡的里程碑，因为它的倒下不只是企业个案，而是整个行业危机的缩影。然而，恒大的崩塌不只是经济事件，它长期与地方政府、银行甚至中共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许家印被拘后，据传向北京当局交代的高官名单上，不仅有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、前司法部长唐一军、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，还有马兴瑞。时间回到2015年11月4号，当时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、深圳市委书记的马兴瑞会见了许家印。短短1年多后，恒大总部从广州搬到深圳，双方关系密切到外界难以忽视。2019年，广东省政府还为恒大的重大投资项目站台背书。2021年9月，恒大财富暴雷。仅3个月后，马兴瑞接替陈全国出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，并在次年进入政治局。马兴瑞是中共航天系统出身的技术型官僚，2013年起转入政坛，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、深圳市委书记、广东省长。外界普遍认为马兴瑞是习近平的重要亲信之一。金融时报甚至引述知情者称，他与彭丽媛有家庭渊源，早在习近平上台前就经常出入习家，是离习近平最近的高官。然而今年7月1号，官方突然宣布马兴瑞不再担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，仅称另有任用。随后海外消息爆出，7月5号，他的妻子荣丽被中纪委带走，原因是涉嫌利用与彭丽媛的关系，在马兴瑞主政广东与新疆期间大肆敛财，并通过香港将数十亿资金转移至海外家族账户。据资深媒体人蔡胜坤近日透露，马兴瑞正在配合中纪委调查，结果将决定他是转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，还是就此沉寂，重演陈全国的命运。恒大的退市看似是一家企业的谢幕，但背后的债务黑洞、民生安置与权力斗争才刚刚开始。许家印案会不会是中共官场的燃烧弹？接下来还会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名字被卷进这场风暴？最近网上热传一份2025年中国城市房价跌幅排行榜，虽然许多网友指出这其实是旧闻，
但它揭示的仍是当下楼市寒冬的现实画面。榜单显示，前50个城市的房价跌幅令人震惊，就算排在第50的乌鲁木齐也下跌了接近31%，超过香港自2021年高位下跌的28.6%。更令人啧舌的是，有11个城市的跌幅超过50%，其中位居榜首的温州，这座曾经富裕的城市，如今楼价跌了整整63.5%。青岛、东莞等城市同样跌幅超过50%，而杭州、上海、成都等核心城市，由于人口流入、产业升级和政策支撑，跌幅相对较小，但整体市场寒意仍然明显。据最新的科尔瑞地产数据显示，中国百强房企的新房销售量已连续2个月下降超过20%，而今年6月份的新房价格比下跌0.27%，创8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。这些数据表明，自2024年9月以来的刺激经济政策对楼市的提振作用正在逐渐消退。瑞银投行亚太及大中华区房地产研究主管林振宏指出，需求减弱，房屋销售时间被拉长，一线城市的库存周转率从3月份的平均14个月上升到6月底的20.7个月。即便是最有可能率先反弹的大城市，也仍需要更长时间来消化存量。亚洲金融的分析则更为严峻，未来几年中国城市的新房需求将比2017年峰值低75%，与历史最高点相比，有11个城市跌破50%，25个城市跌破40%，50个城市跌破30%。如果未来房价再下跌30%，一半以上中产阶层将被团灭。有网友直言，房子本质是国债，现在借债的人想赖账，那债券还能涨吗？还有人说，阶层当初如何跃升，现在就将如何回落，但下跌之后仍需背负沉重的债务，财务仿佛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楼市寒冬的影响也直击青年人的现实生活。截至2025年3月，全国社保短缴人数已超过4200万，其中20至35岁人群短缴率达31.7%，灵活就业人群更高达38%。今年1季度，超过23%的青年人选择主动断缴，同比增加8.6%。有网友感慨，工作都没有，拿什么买房、供楼、结婚和生子？还有人指出，4200万断缴社保不只是冰冷的数字，它象征着一座座塌掉的生活支柱。房价只是症状，而信心才是这场危机的致命伤。最后，我们来聊一个近期引发国际关注的话题。本周四，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公开表态，他将竭尽所能拯救身陷囹圄的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，哪怕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未必会感到满意。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将尽一切所能拯救他，我会尽力。他是个令人尊敬的人，是个好人。”他还透露，黎智英的名字已经进入美中讨论议题范围。虽然这可能让北京不高兴，但他毫不退缩。这已经不是川普第一次提到黎智英案。今年5月，他曾表示计划将黎智英案纳入美中贸易谈判中，并直言这是很好的想法。现年77岁的黎智英是香港一传媒创办人，自2020年8月被香港国安警拘捕以来，被控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，一直面临国安法下的重刑威胁。案件2度押后在2023年12月开审，断续进行近11个月，直到2025年3月才结束。而原定本周四开始的结案陈词，由于暴雨警讯被迫延至周五。倘若被判有罪，黎智英面临的最高刑罚将是终身监禁。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早前披露，黎智英在狱中健康恶化，所剩时日不多，并多次呼吁各国伸出援手。福克斯新闻电台在周四的节目中播放了黎崇恩的感谢，他哽咽说：“我们非常感激总统说过他100%会营救我父亲，这给了我们全家很大的希望。因为现在我们不仅要营救他，更要挽救他的生命。我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。”这里是大时局百闻纵横，
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